你記住，能我是人觀啫，而冇是人係。唔係啩？唔通是人哋對鞋恐怖得是人哋個棺材？況且是棺材，大吉利是咩？我話你知啦，官就見官發財，蟹就蟹蟹。吓，咩道理嚟㗎？想知道點解？我哋先了解下呢個俗語：寧可是人棺，切莫是人鞋。字面上嘅意思即係話，寧願是人哋嘅棺材，都唔寧願是人哋對鞋。聽落覺得好得人驚，好唔老禮係咪？棺材喎，放屍體嘅地方啊嘛，對於人嚟講係覺得好晦氣，好唔老禮，望多兩眼都唔想啦。更何況別是人哋嘅棺材，財大吉利是咩？但係點解老一輩人會話寧願是人哋嘅棺材，都唔寧願是人哋對鞋咁緊要呢？第一個原因，因為棺材喺古人眼中係代表見官發財嘅意思。聽我講個故仔吓，話說曾經有兩個考生趕住上京赴考，但係途中咁啱得咁巧遇到出殯隊伍，咁其中嘅考生就認為啦，哇，今次真係好唔老禮啊，撞到啲咁嘅嘢，今次考試實肥佬名落孫山啦。但係另一位考生佢就唔係咁樣認為啦，佢認為遇到棺材代表嘅係好運，肯定會榜上有名，必定會高中啊！點不知放榜之後真係俾呢位考生考中咗舉人喎，而嗰位認為係唔吉利嘅考生呢，真係名落孫山。呢件事傳開去之後，就令到好多考生上京赴考之前就去試下老人嘅棺材啦。佢哋認為咁樣可以沾沾喜噶嘛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做法肯定係唔科學嘅古仔嚟嘅啫。考生考唔考得中又點關個棺材事呢？係關佢哋兩個心態嘅問題。如果睇乜嘢都覺得係消極負面，自然會吸引啲唔好嘅嘢翻嚟啦。咁相反，如果係樂觀積極咁樣去面對一切，自然會行好運，係咪？但係試棺呢樣嘢又真實存在嘅。眾所周知，古時候嘅人嘅平均壽命係好短嘅，超過咗60歲以上都已經算係高齡噶啦。咁所以喺舊陣時，只要係年過60歲嘅老人，基本上都係看淡生死，就會叫自己屋企嘅仔女幫準備一套壽衣啊，一副棺木，等自己過身嘅時候就有得用啦。最盞鬼嘅係整好呢副棺木之後，仲會叫屋企俾老人後生嘅人去試一試，瞓下夠唔夠闊落，夠唔夠舒適，啱唔啱身嘅。因為棺材代表見官發財嘅意思啊嘛。古代好多達官貴人嘅墓啊，棺材入邊都放好多金銀珠寶嘅，咁盜墓者見到咪發財咯，所以見官發財就係咁嚟噶啦。而且後生仔試棺，即係代表住同老人一樣咁健康長壽，寓意係福壽安康嘅意思，所以好多後生嘅人都願意試棺嘅。咁其實喺民間仲有一種講法嘅，古人認為揾人試棺就可以呃到閻王，等閻王以為自己已經係瓜咗噶啦，咁樣就可以延長自己壽命。咁試嘅人又可以升官發財，一家便宜兩家着，何樂而不為咧？係咪？咁所以慢慢試棺就成為咗民間嘅一種傳統嘅習俗啦。但係既然試人棺都接受到，點解接受唔到試人哋對鞋咧？第一方面係同諧音梗有關，你可以試讀下鞋嘅粵語發音係鞋，係鞋柴柴嗌聲嘆氣，好閉翳係咪？又同孩子嘅鞋同音，咁着人哋對鞋，試人哋對鞋，咪等於借咗人哋細佬哥嚟用，好唔老禮噶嘛，係咪？咁普通話發音就係邪，同邪氣邪惡嘅邪又係同音。對鞋係俾人踩喺腳底噶嘛，係人身上最容易接觸嗰啲污穢之物嘅物品。咁如果試人哋對鞋，着人哋對鞋，咪將嗰啲唔乾淨、唔老禮嗰啲邪氣帶喺自己身上咯，咁樣咪唔好咯，係咪？咁第二方面，鞋有好多隱晦嘅意思，又引申出好多詞彙，例如話俾上司惡意打擊、刁難、公報私仇去報復嘅，咁我哋就可以將呢一種委屈嘅感覺叫做穿小鞋啦。你試想象下啦，嗰種委屈嘅感覺就好似着咗一對唔啱碼數嘅鞋，窄裂裂嘅感覺，頂晒腳趾，好唔舒服，講又講唔出嚟，咁所以咪穿小鞋咯。仲有形容亂搞男女關係嘅就叫做搞破鞋。咁如果着嗰對舊鞋再俾人哋着嘅呢一種男女關係就叫做着舊鞋啦。民間仲有句咁樣嘅俗語：借米不借柴，借衣不借鞋。意思即係話米糧啊糧食我都可以借俾你，救人一命係可以積福積德噶嘛，係好事嚟嘅。但係柴火就唔可以借啦，因為柴嘅諧音係財，借走財氣梗係唔得啦，係咪？
況且如果一個人懶到連柴冇咗佢都唔去擔嘅話，借柴俾佢只會助長佢懶惰啊。咁至於借衣不借鞋就好簡單啦。嗱，其實鞋喺古代並唔算係咩稀有物品嘅，有錢人家就有對繡花鞋、皮鞋，又或者係靚嘅布鞋着。但係就連係窮苦人家都可以自己落手織一對草鞋，又或者係整對木屐着嘅。不過如果呢一個人可以懶到連對草鞋都唔落手去織，要問人哋借嘅話，可想而知佢係幾咁冇得救啦。而且古時候嘅人嘅封建思想認為鞋係代表一個人嘅前程同埋運勢啊，一般都唔會隨便俾人試，亦都唔會隨便借俾人。咁最後一點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嗱，鞋係好私人、好貼身嘅物品嚟噶嘛。喺古代，衛生條件又冇依家咁好，以前嘅人又冇日日沖涼，對鞋又冇經常洗啊嘛。咁所以如果對方對腳，如果係香港腳啊，有腳臭腳癬，你又去試佢對鞋，萬一俾真菌感染嘅話，咪好慘，好難醫噶嘛，係咪？啊，所以相比之下，古人寧願試人哋副棺材、升官發財，都唔寧願試人哋對鞋，就係咁解啦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句寧可試人棺，切莫試人鞋嘅俗語，多多少少同以前古人嘅思想啊、舊俗有關嘅。喺以前係等使，但係放到依家又未必啱用喎。咁相反，依家嘅人出於恐懼嘅原因，可能寧願試人哋對鞋有香港腳，都唔寧願試棺材咁老禮啦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期暫時分享住咁多，咁你又點睇呢一句俗語呢？你認為試邊樣更可怕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